大家好，我是罗富强。美国是世界动乱之源、战乱之源，美国不垮，世界永无宁日。面对越来越紧逼中国，试图联手盟友把中国彻底搞垮的美国，中国要做的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迎难而上，击垮美国。现在击垮美国的机会就在眼前，就看我们做不做，怎样做了。今天的中国其实拥有这个实力。随着美国第一共和银行在本月初倒闭被接管，短短2个月内，美国已经有3家银行接连倒闭。除此之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还有超过200家银行陷入倒闭前的危机当中。美国银行当下面临的主要危机源头，不是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说的监管问题，而是美国经济的根出了问题。这个根的表现是什么呢？首先是美国的债务危机。今天的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家债券总额已经达到了31.6万亿美元，而美国2022年的 GDP 是2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的债务远超其 GDP， 美国根本承受不起这样高的债务。再具体一点，美国联邦政府2022年财政收入为4.17万亿美元，但联邦政府的财政开支达到6.01万亿美元，赤字高达1.84万亿美元。此外，联邦政府还背负了31.6万亿美元的国债债务。请注意一个问题，因为美国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美元的发行权掌握在私人财团美联储手里，因此美国政府为了填补严重超过财政收入的经费开支，发行国债，而发行的国债需要从财政收入中支付国债的利息。当前5年期的美债年利率大约是 3.6%， 如此概算，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需要至少支付1.1万亿美元的利息，那边财政赤字1.84万亿美元，这边还要支付1.1万亿美元的利息，美国联邦政府的总赤字高达近3万亿美元。因此，当下美国的最大困境就在债务上限问题。拜登政府想要继续发行国债，用今年新发行的国债收入来填补这3万亿美元。至于明年，那就是继续发行新的国债。如此往下走，美国国债的雪球就这样越滚越大。这其实等于用后面新发行的国债去填补前面发行的国债的利息和美国政府天量的财政赤字。美国迟早支撑不下去，那一天就是美国崩盘的时候。2008年，美国发生了崩溃性的次贷危机，结果在某些美系专家大声呼吁并建议救美元就是救中国的忽悠下，中国出手购买了大量美债，挽救了美国经济，于是中美关系进入所谓的蜜月期。但结果是什么呢？中国经济被美国越来越紧的绑架了，于是美系专家们开始欢呼中美是夫妻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我们终于发现问题很大了，美国要翻脸了，于是我们陷入极大的被动。美国今天面临如此崩盘性危机的原因，还有美国人吃惯了美元结算和发行美债的甜头，忽视制造业，于是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了。再加上面对美国霸权霸道霸凌，中国开始与世界多个国家以及多国之间开启弃美元的货币互换、本币结算，美元遭受不小打击。更直接的原因还有，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带领欧盟一道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制裁，引发能源危机，进而导致50年来美国最高的通货膨胀等因素。2008年，如果不是中国出手相助，美国当年就崩盘了。而今天，类似的机会又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且美国的情况实际上比当年还要严峻。如果中国大量抛售美债，那么即便美国国会同意政府新发行国债，
还会有谁来买？这就等于美国政府新发行的国债没人买，卖不出去，这样美国的钱就不够用了。包括维持美国军事霸权的军费预算，也是空头预算了。拜登政府不是嚷嚷要与中国全面脱钩吗？如果中国果断地突然宣布完全脱钩，我们的确会受损，但却能要了美国的命。趁他病要他命，面对气势汹汹、越逼越紧的美国，我们是该出手的时候了。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